这个女病人说屁股起疹子，一进诊室就脱裤子。医生也是盛情难却，当成疑难杂症研究了起来，足足看了2分钟，然后说：“你这是针撕不了。哦，不对，你这不是疹子，是地毯印儿。”女人说：“怎么可能？肯定是误诊。”女人之所以这么肯定，是因为这是她第3次来了。3天前她下体出血，医生给她诊断是流产。女人说：“不可能，我都离婚1年半了，离婚后一直守身如玉。”但倔强的医生坚持自己的判断。过了1天，女人又来了，因为出现新症状，脖子后方有个黑色的印记。女人说自己上网查了，可能是淤青或者白血病。医生说：“百度，癌症起步，你还敢上网查？你这就是吻痕。”女人说：“不可能，这1年多都没碰过男人。”医生没有废话，揪了女人2根头发，要做毒品、酒精、迷幻药检测，但结果出来都是阴性。那是什么问题呢？这一系列迹象都显示女人最近有夫妻生活，但女人却矢口否认，只说自己睡眠不好，早上起来很疲惫。豪斯医生问：“有烦心事吗？”女人说：“没有，就是前夫住在楼下，总是求复合。”豪斯大概明白了，说：“我们这儿有个睡眠实验室，今晚你就住这儿，绝对没人打搅。”第2天，豪斯医生看着女人的脑波，对女人说：“凌晨2点45的时候，你的慢波睡眠突然跳跃，说明你有睡眠觉醒，但你自己却不知道，这是梦游的症状。这也就解释了你怀孕、吻痕，还有屁股上的地毯印。”女人很吃惊。豪斯说：“回去问问你楼下的前夫就清楚了，不过应该是你主动的，而他不知道你梦游。”随即给女人开了少量的抗抑郁药。紧接着，豪斯又接诊了一个更奇怪的病人。这个黑人本身要当下任总统，但此时没了膝跳反射。豪斯判断他问题出在脑子上，做了核磁共振和腰椎穿刺，腰椎穿刺没有问题，核磁影像上有一片小阴影，暂时不能确定原因。豪斯继续给病人开了脑部活检，但这种大人物的脑袋不是想动就能动的。豪斯一番病理分析，终于下注了1元，钻孔取样，活检结果出来是弓浆虫病。这种病只有在人体免疫系统极度脆弱时才会得上，因此豪斯判断病人得了获得性免疫系统缺乏症。但病人情绪激动，不相信，因为这会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。他要求直接做 HIV 检测，结果出来是阳性，病人依然不信，因为他洁身自好，只有2个女友，并且很注重安全措施。他要求再做，这次结果出来是阴性，看来之前那次出现了极低概率的假阳性。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，病人的右腿已经不能自主活动，病情严重了，却没有找到主病因。负责免疫的 T 细胞跟着急剧下降。豪斯给病人做了全身扫描，发现左侧淋巴结有问题，会不会是毛细胞白血病呢？毛细胞主要来源于脾脏，这次要开刀做脾脏检查。病人病情此刻已经严重到无力签同意书，而且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，他太虚弱了，凝血功能也有问题，已经不能开刀做脾脏检查了。豪斯说，有鱼群的地方必然盘旋着各种海鸟，那毛细胞白血病上面会盘旋着什么呢？人类式 T 细胞病毒和成人式 T 细胞病毒。对，全面病毒检测，但结果这2种病毒是阴性，另一种 EB 病毒阳性。豪斯来到病房，一把扯下病人的呼吸罩，问他小时候是否有癫痫，病人不愿承认，因为他的竞选履历编造的儿时经历是身体健康、自信开朗，而不是时有癫痫发作，被人嘲笑。豪斯继续逼问，病人呼吸困难受不了了，只能承认患有癫痫，吃了苯妥因，这就对上了。豪斯对助手说，苯妥因和 EB 病毒共同作用，引发了常见变异型免疫缺陷症，这病造成身体无法产生足够抗体，被真菌侵入，出现现在各类症状。但泰勒说这通常是儿童病。豪斯说他确实是小时候染上，直到现在才发病，主要原因是近期病人竞选压力过大。随后给病人注射了免疫球蛋白，几天后病人恢复，只需要一直服药即可。好了，下期我们继续豪斯的诊病探案。